给你新资讯，给你新视角，欢迎回到游戏新世界。战锤 40K 破晓之战是先前释出了最新的实机预告片。乍看之下，这只是一场华丽的视觉飨宴，展示了新的单位和特效。但是，当我们把影片放慢，逐帧检视那些一闪而过的 UI 界面、单位动作以及资源数据时，我们发现这款游戏的水深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。因为这不仅仅是画质的提升，开发者似乎正在透过这些细节，向老玩家传递一个明确的讯号。他们要改写即时战略游戏的经济节奏与战术深度。今天的影片，我们将随着专门分析破晓之战游戏的 YouTuber4K Dawn of War Central 的这次分析影片，来看看军队维护费机制的一次回归，星际战士的全新配装系统，以及是灵族的伏击战术，和大家一起预测破晓之战士可能带来的玩法变革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开始吧。先等等，你已经订阅本频道了吗？我们真的很需要您拨一点时间按赞并订阅。你的一点点小动作会帮助频道成长，让我可以做更多的影片。首先，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在最不起眼，但可能影响最深远的地方——萤幕顶端的资源栏。在预告片的几个镜头中，我们清楚地看到玩家已经占领了2个据点。按照破晓之战系列的传统逻辑，占领据点就应该持续获得资源收入，对吧？但在这个画面中，征用资源的增长率却显示为0，这非常不合常理，除非游戏引入了即时战略游戏老玩家都很熟悉的军队维护费系统，这代表你战场上的每一个单位都在持续消耗你的收入。当你的军队规模越大，你的净收入就会越少，甚至归0。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计选择。如果破晓之战士真的采用了这种机制，它的目的很明显，为了防止滚雪球效应，你不能再单纯靠着占领1-2个点，然后龟缩在家里爆兵直到无敌。为了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，你必须不断扩张，去抢更多的地盘来抵消维护费，或者你必须在军队数量与科技升级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。这将彻底改变游戏的节奏，从单纯的比手速、比爆兵，转变为更强调地图控制与资源效率的博弈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基于 UI 的推测，但我个人认为，如果调整得当，这将让中后期的战局更加焦灼且充满张力。另外，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，预告片中的小地图是完全开图的，没有战争迷雾。不过这可能并不是新一代游戏的特色，大概率是为了预告片拍摄方便而关闭的，但也让我们得以一窥地图的全貌。接着我们来看看帝国的守护者的星际战士，这是预告片的亮点，无疑是黑暗天使大跟宙斯战团的登场。以下所有译名为暂时性的翻译，以日后游戏发行时为准。如有错误或有更正式的翻译，欢迎在留言告知。跪求各位战锤大佬们轻虐。我们看到了标志性的压抑摩托车部队，虽然在功能上，他们可能与血哀战团的 Outriders 相似，担任快速反应与骚扰的角色，但 UI 右下角的独特技能图标暗示，不同战团将拥有专属的战术技能，而不仅仅是换了颜色的模组。更令人在意的是这群身穿重甲的加里敦，我是说歼灭者 Eliminators， 这些专职狙击的星际战士出现在战场上，代表着隐身与站位机制的重磅回归。他们专门用来移除敌方的高价值目标，比如军官或重武器小组。这也暗示了本作的步兵战斗将更加讲究掩体与射界。接下来这个细节，只有最锐利的眼睛才能发现。请看这对重裁者 Intercessors 的血条，你会发现他们的血条上方多了一条额外的护盾条，但他们的头像上却没有任何老练度814的军阶标示。这打破了我们过去的认知，这可能代表护盾与老练度是2个独立的系统。这层护盾可能是来自科技升级，或者是黑暗天使特有的战团技能，也就是稍早我们在 UI 上看到的那个盾牌图标。这让基础步兵在后期也能透过技能获得额外的生存能力，而不是单纯依赖杀敌升级。还有一个有趣的矛盾点，大家看这些剑卫老兵 Blade Guard Veterans， 设定上他们是挥舞动力剑与盾牌的近战专家，但在预告片里，他们手里拿着远程枪械在射击，可是头顶的兵种图标依然是一把剑。这可能是开发中的显示 bug， 但也有可能这代表了单位的多样性，即使是近战特化单位，也保留了一定的远程交火能力，或者允许玩家进行装备切换。在载具方面，破晓之战士似乎下定决心要展现 40K 宇宙的军备深度。预告片展示了2种外形相似，但功能天差地远的悬浮坦克，一种是标准的 Repulsor 运兵车，另一种则是火力强化的 Repulsor Executioner。我们在不同的预告片中分别看到了装备，雷射武器与电浆武器的 Executioner 版本，
这绝对不是单纯的造型更换。在设定中，雷射是用来打坦克的，电浆是用来融化精英步兵的。这证实了游戏将包含深度的配装选择，玩家必须根据对手的兵种来决定你的坦克要装什么炮管。同样的逻辑也套用在机甲上。我们看到了重装甲的救赎者无畏 Redemptor Dreadnought， 它是用来扛线的肉盾，而在它旁边的是轻量化的战术机甲 Invictor Tactical Warsuit， 后者由活着的星际战士驾驶，擅长前锋部署与突袭。游戏透过这些单位区分，告诉玩家没有一种万能的单位，你需要依据战况混合搭配重装甲与高机动单位，才能取得优势。接着，我们不能忽略那个沉睡已久的威胁——死灵族 Necrons。死灵族在这次的预告片中展现了非常不一样的战术风格。最让我惊艳的一个细节是，我们看到了死灵族的狙击手石英 Deathmarks， 居然是趴在地上的。这在即时战略游戏中是很少见的动作细节。这强烈暗示了他们拥有真正的伏击与伪装能力。他们可能会长时间保持静止、隐形，直到敌人踏入陷阱才发动致命一击。配合上可以穿墙、无视地形的死灵墓穴幽魂。死灵族的战术核心似乎是不对称作战，他们不是单纯的钢铁洪流，而是利用地形、穿墙与伏击，从你意想不到的角度发动攻击。再加上高手的末日行者 Doomstalker 移动火炮，以及专门守护贵族的巫妖卫队，死灵族的军队构成展现了极高的还原度。不过，稍显遗憾的是，预告片中的重型毁灭者在对抗星际战士无畏机甲时，似乎显得有些火力不足，这部分的平衡性还有待观察。总结来说，从这支预告片挖掘出的细节，无论是可能回归的军队维护费机制、护盾与老练度的分离，还是针对不同战场角色的细腻配装，都让我们看到开发团队试图在即时战略游戏的深度与 40K 的还原度之间寻找平衡。破晓之战士似乎不想做一款无脑的爆兵游戏，他想强迫玩家做选择、做取舍。这对硬汉战略玩家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。当然，这一切都还只是基于预告片的推测，实际玩起来的手感如何，还得等更多实际画面公布才能揭晓。对于这种可能引入军队维护费来限制部队规模的设计，你的看法是什么呢？你喜欢千军万马的大场面，还是更喜欢精兵简政的战术博弈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与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本频道还有更多的游戏情报与分析影片，请直接点画面上的影片或播放清单连结前往观看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